嗨，多么跟家人，大家好，我是阿伦频道的阿伦。那我们今天呢，自驾旅行的第2集，然后我们今天呢，等一下呢，要准备去一个叫做马龙树的地方。对，马龙树的地方，听说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有点像是老街的地方，而且因为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那边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色的。好，那一样，今天就跟着我还有优怡一起去出发吧。大家看一下前面的摩托车，还有日本的摩托车，它是等下停下来就知道了，它不会往前钻哦，跟他们不一样。看它停下来，它停下来，哇，它停下来了。有一间便利商店，我们等下去便利商店买个饮料吧。好。那你觉得左驾跟右驾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吗？你开起来。如果是还不习惯开的话，一开始会很不习惯，然后打方向灯就会打成雨刷。对，这是大家新手驾驶一定会碰到的。如果一开始对自驾没有信心的人呢，其实就是跟着前面的车走，基本上就不会太有问题。对，然后如果前面没有车的状况之下呢，就是慢慢开。嘿，运气真好，找到了一个不用钱的停车场。哦，而且有感觉到红叶快要红了哦。こちらで座ってください。はい。OK， 好，我们现在马龙树结束，准备去前往下一个地方喽。然后我们下一个地方呢，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苗木城基城的遗迹，想要去那边看看那边到底有什么咯。OK， 系上安全带，准备出发喽。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里呢是苗木城基，也许这些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旁边这些都是之前做城所会需要用到的东西。然后这边有它之前的，它真的很像那种什么天空之城的感觉。来看一下这边有他说他之前的城大概长得是像这个样子，真的是那种天然要塞，然后在山上面筑城的感觉，真的非常不容易哦。我有看到了，在这边，它城基就在这个建在山的上面的这种感觉。不过听说现在上面那边变成一个观景台的样子，我们等一下可以上去。如果天气稍微不好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层云雾，然后它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哇，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这么漂亮的景色，真好。好，那我们坐着来欣赏一下。这位阿伯。来妹妹啊，来坐回看。要付钱吗？要付钱，要跟妹妹坐在同一张椅子上要付钱的。哦，安尼哦，那你这后边。这后边行了。对，这个苗木城基呢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要塞的城，就是建在山上的嘛。这边可以看到蛮多以前先人的智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刚才那边有一块很大块的岩石，这块岩石的名称呢叫做马喜岩，就岩石的岩。对，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以前这附近呢就是被敌人包围的时候，他们有曾经过把那个马呢放在那块岩石上面，然后用米浇马，然后让敌人远远的看好说，你们还有这么多水，多到可以用来洗马哦，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边来参观古迹，然后边看它这边的故事，我真的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吧。上车。好，我们从苗木城基回来了。
还不赖，我觉得这边很漂亮。对啊，我们现在来的时候呢，已经大概秋天的时候，所以大家看到周围的树其实也都开始红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想要看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地方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红叶？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的一个地方是听说红叶很有名，富之峡，叫做富之峡。对，好，我们去看看喽。现在来到这个是 Michinoeki， 然后我们来这边稍微休息一下，买点东西啊，好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这也是开车哆来比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停就停。买了很多这边当地名产，然后来喝一下这个飞蛋牛乳，还有买了一个他们这个栗粉饼，就是栗子，这边好像产栗子也蛮有名的。还有买了这边的飞蛋牛的 korokke。现在来到这边是富之峡，这边呢目前这边是红叶有名，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已经变红了，可是远处那边呢还没有完全变红，这有点小可惜的地方。嘿，开车游车河开心啊！但是外面雨下好大。对，外面有点下雨，可是因为这种雾蒙蒙的关系，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听说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城呢，还蛮厉害的。听说有什么雾城的传说，还有一个雾城之称，雾是天气看起来蒙蒙的。日本的3大山城之一。然后听说他们那个城下面的那个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卖很特别的酒，然后一个酿酒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顺便看一下，叫做女城主。没错。好，那我们先去那个城基看看，它那个城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那些天守什么的，它只剩下它的下半部的部分，就是一个那种，因为之前日本有那种废城令，所以说很多城都拆掉，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它的那个城基的部分。OK， 继续往前走喽。不过我觉得自驾呢，其实也有自驾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规划说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机动性比较高啦，就不会像说那种如果你是坐电车或坐什么，你有时候会被那种时间绑住。然后自驾的话，相对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对，就慢慢开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来日本自驾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哟。哇哦，这个真的是taxi spot，而且它这边就有厕所，太开心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下车就是要去上厕所。哦，厕所。哇，舒服。然后后面呢，这边呢就有它的这个城基在这边。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村城基的地方。然后它们以前呢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地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资料馆。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里，然后原本的城呢是在我们的右边，可是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已经剩下最下面的土台而已了。然后这边旁边呢是可以走过去的，我们等一下上去那边看一下吧。对，以前那种攻城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哇，然后上去，然后上面的人就会一直攻击你，那我们就要从这样哇这样跑上去。不能不说，真的超有 feel 的这里，因为它整个是坐落在森林里面的城。我们现在来到原本城盖的地方了，就是一片像公园的地方。以前的城主呢，就是像这样子居高临下。现在下面那边就是城镇的地方，大家看得到吗？那边这样看上去真的还蛮漂亮的，而且因为这边自然非常怎么讲，真的是被自然包覆的，完全被它包围的感觉。看出去呢，真的很令人心旷神怡。只是这边附近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连人都没有。对，连人都没有，是个适合放松的地方。好，这边呢可是那个织田信长呢曾经有在这边住宿过的地方哦，而且呢他那时候在这边呢，据说武田家灭亡的时候呢，他的速报呢送到织田信长的耳里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而且就在他在这边住了80天之后呢，他就在京都的本能寺中遭受到了本能寺之变喽。对，说真的，来到这种以前那种日本那种古城的遗迹呢，来这边走走看看呢，真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虽然说现在城已经拆掉了，可是从它旁边的记载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知道说，之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且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玩那个信长之野望的游戏，然后就觉得很熟悉的名字都有在这边出现过的那种感觉，真的会觉得说，怎么讲，那种很奇妙的，心里面有一种共鸣啊。对，好了，那我们逛完它这个城的遗迹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它的那个城下町，然后听说那边呢也有一些可以逛逛、吃吃、走走的地方，我们去看看吧。喂，出发喽！出发！秘境的感觉啊。およそ300メートル。专心开车的男人怎么样？那你就专心开车。就在开车呢。呀呀！嗨呀！哟！好，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连村酿造，算是酿酒厂吧。好，我们去那边看看。OK， 我们来找女城主喽，岩村酿造。哇，这个我们也可以超可爱的，里面是清酒哟。很香那种日本酒的味道，甜的味道。这边的老板让带我们稍微见学了一下哈，然后大家可以从中可以知道说，其实做酒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这边所使用的米也是这边当地这边所生产的，然后是专门用来做酒的，跟我们一般吃的米其实不太一样，所以说其实真的是专门为了做酒而去种出来的米，对，感觉上好像非常的厉害哦。然后这个酒厂他们所生产的酒的品牌呢叫做女城主，对，为什么要叫女城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女城主呢，她是织田信长的阿姨，就是她爸爸的妹妹。之前曾经呢，就是在这边的这个岩村城保护着住在这边城下的子民们。历史上呢，女的城主呢非常的稀少，所以也是为了要纪念她，所以就是取了这个品牌名称呢，叫做女城主哦。好，我们请优怡来试喝一下。甘いですね。甘い，蛮甜的。我先来，听说这边它喝起来最烈，也不是最大的，最辣口，对，辣口的酒。哦，苦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ちょっと苦いです。看人喝酒就是有一种乐趣。对，我因为要开车，所以我没有办法试喝。所以说，如果大家来的话呢，一个人开车，剩下人全部都可以来这边试喝看看。对，还不赖。而且如果不能够喝酒的人，他这边还有冰淇淋，他的冰淇淋是用那个甜酒酿去做的。他好像就是有开车的人也可以吃，对，所以我等一下来吃冰淇淋。好，这个在吗？还不错，奶味也蛮浓的。它奶味超浓的，很好吃，像干酒做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老板也太热情了吧？对呀，对，好开心哦！而且他还送了我们酒，女城主的酒，这样我回到饭店等下就可以喝了。OK， 好了，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就要准备。虽然说这边还有很多店可以逛的，其实，可是天色已晚，而且很多店都关了。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稍微要去一下我们今天所要居住的地方。听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旅馆，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OK， 好，我们这一天的行程结束了，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前往旅馆喽。我真的觉得自驾其实还蛮不错，而且很开心，这样边听歌边开车，看看风景。今天一整天下雨，所以如果说是靠租车以外的交通工具的话，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对，真的会很麻烦，弄得很湿。对，
好，我们先来潜入优衣的香龟。我叫什么？这边有一个脸很红的优衣。然后它里面的房型呢，就是像这样子，有一个已经铺好的床垫，然后外面是有一个对外窗的，然后这边里面应该是放那种就是去泡汤要穿的那种日式的浴衣之类的东西。然后这边有一幅画，然后电视在那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桌子、小茶几，你要泡茶的话呢，可以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附上茶点给你。他有先帮我们开暖气。对，真的是日本的 omotenashi。这间房间其实还蛮冷的，还蛮冷的。对啊，因为刚才外面才12、13度左右，然后休息下来呢，就要去吃他们的晚餐了。对，他说这一间饭店从江户时代就有了，所以说就200-300年的历史，就是还蛮新的啊，感觉上是蛮舒适的。人家，厕所也是干净。不过呢，这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去他们的大浴场去泡泡看。而且我刚才有问过他们，他们说，如果是没有人的情况之下呢，我是可以进去拍摄的，所以我就晚一点再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咯。好，优衣拜拜。对，然后我们现在下一个景点呢是要去一个马赛克博物馆，那我们就出发喽。OK，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这个叫做马赛克博物馆。马赛克听起来好像有什么怪怪的，不过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漂亮，你又可以体验做一些很漂亮的瓷砖小物的地方。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这边呢是日本生产瓷砖最多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边呢盖了一座像这样子的瓷砖的博物馆，一起来看看吧。哦，各位观众，讲讲这个呢，就是我所拼的相框，对大家觉得怎么样？对，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感想哈。接下来呢，虽然说有点难过，不过呢，我们这一趟旅行呢即将快要结束了，然后想要现在肚子刚好也饿了，也中午了，然后就再去吃一次这边的鳗鱼饭。而且这间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里面的容器很多都是使用美浓烧去制作的，就跟着我一起去吃在这里中部的最后一顿鳗鱼套餐吧。好，我们吃饱了，喂养鳗鱼为我们这一段旅程画下最完美的句点。久久吃一次，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差不多就要回去机场了。那我们这次把车子还回去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回家喽。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家，前往中部机场 ，Go Go！ OK， 好，我们现在要准备来还车喽。感谢你陪伴我们的这几天，伊丽莎白已经帮你取好名字了。OK， 我们还完车了，准备回东京喽。如果大家是有机会坐飞机直接来这个中部机场的话呢，你就可以来这边直接租车、还车，全部都在这边，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希望这一次的这两部影片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对于中部这边旅游呢，更加的有一点那种 image。对，好，那我们就准备先上去喽。哦，又回到机场大厅了。对，这一次这个旅行呢，我觉得让我对中部呢更加的有认识了一点，而且我发觉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充满着历史跟人文的一个地方。
然后真的是有开车呢，在这种地方可以到处自由的去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方便。像有一些那种城基啊，或者是一些那种比较稍微一般交通工具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我们开车就可以很轻松的就过去。而且呢，你可以随时都选择说，什么时候要休息，什么时候要去，绕过去买一杯咖啡什么之类，我都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所以如果大家下次有机会呢来到日本玩的话呢，来到日本中部机场这边的话呢，也不妨可以试试看租车在这附近走走绕绕哦。这边真的有非常多很不错的温泉旅馆，就等着大家来这边慢慢体会咯。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哟，我会给大家满满的日本生活跟我的一些日常，还有日本旅游等等的影片，请大家多多指教咯。好，那今天的频道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以前的城主呢，他们看到的景色呢，就是像这样居高临下的感觉，而且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哦。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哦，耶，我们的天妇罗做好了，짜잔！哦，はいどうも。香很香那种日本酒的味道，甘いですね。甘い。